好吧。吴思瑶这个北投士林罢免的新进度呢，这个候补领衔人，他现在有2个领衔人，一个张克进是领衔人，一个叫做被捕领衔人叫詹家文那张克进因为不干了，被检察官一约谈，害怕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反正各种理由了，然后就躲到苗栗去了，都不联络，联络也不上他人那但是呢，他们还是在，因为按照选罢法。你要换领衔人，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的。要换领衔人，要1/2的提议人，大家通通签名同意才能换领衔人。那其实我认为立法原意不，他绝对没想到领衔人会跑嘛。领衔人你签了3000个人出来，你说你不干了，拍拍屁股就走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立法委员包括行政院在提那个选罢法的案子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他想到的是说这个领衔人做的不称职，这些提议人不满意，他要把他换掉。我把你换掉，要1/2的提议人联名才能把你换掉。原来用意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换领衔人，要1/2的提议人才能换领衔人，而且换领衔人只能换这个被捕领衔人。所以他们现在就说鲑鱼返乡，鲑鱼返什么意思？就去发函给原来那个联署的将近3000个人说你们是不是呢同意换领衔人然后他们说已经达到了，说达到这个目标了所以那现在达到目标以后，还要说服这个被捕领衔人出来，他不能随便找张志刚你出来吧，不行的，法律规定要被捕。那说这个张建文后来看到这么多人都愿意换，大概也感动了也不好意思，你们2个都跑了，这算什么东西呢？所以他说现在同意了刚刚才来的消息说他同意了那所以呢，这个他们礼拜5要送件说把这个函子送到中选会去换，送件是换领衔人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希望了他的2阶能够冲到35000份了，27000就够了。但是因为怕有些重复的了，或有些反正有什么各种问题了，所以希望能够冲到35000。如果他真的能达到，那民进党现在罢国民党有31个人嘛，那国民党搞不好只剩下这个了只剩下这个是有机会的那所以呢，这个罢绿案呢会被挂零那。国民党那边是说台北、台南、新化、台中有机会达标，有6个里面有机会达标了那吴思瑶这边大概是最可能了谢龙介他说呢，罢团是生儿子没有屁眼就被人家骂说你讲的什么话？那谢龙介说，长辈常常跟晚辈讲台语里面呢，长辈提醒晚辈很强烈的语言他是并不是我的本意而且你们断章取义只有把中间的这个关键漏掉我并不是在诅咒别人你们只是断章取义那罗廷伟背酸，所以你是请鬼开药单，大概请谢龙介帮他助讲了那另外呢，这个林佩祥说台湾国的陈俊涵呢合影挺罢免，他说我尊重因为基隆其实因为上次罢免谢国良没成所以基隆他们大概比较有信心了那另外呢，因为中选会退反废死公投，照理讲不可以退的，立法院通过是不能退的，中选会不能审查的，老百姓的是可以的。然后我提一个公投案联署他是可以审，但立法院是不行的然后呢，国民党团就是公然违反真正的毁宪乱政。现在立法院选那个立委干嘛呢？大法官也可以否决你，中选会也可以否决你，你太上立法院一大堆记住邱吉尔讲过，英国国会除了不能生男生女，什么都可以做。国会至上国会怎么决议就是怎么决议了，怎么还容得你们什么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好吧，这个中央砍地方的补助款，吴宗宪委员说呢，这个是公务员涉违法溢留克扣罪是什么意思？这个罪很难懂。来，就是公务员他如果在职务上面他有应发给的款项，那他违法不发给的话，那这时候就是刑法129条一个溢留克扣罪。那贪污罪条例第6条也有这个罪名，该给的钱不给了。是，那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这次有关的一般性的补助款，其实它是依据法律应该发给的。所以在民进党这一段时间，他所拿出来的各种圆饼图里面，就是说。什么钱被删，什么钱是不能删的？其实他把一般性补助款，他都放在不能删的那个地方他说的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这些钱，民进党说我就不能动这些钱所以我能动的钱有多少被蓝白删掉？那些没有删是本来蓝白就不能删嘛？他说这个我就不能动。好，那今天民进党已经告诉他所有的支持者，这些钱是属于不能动的法定范围。那
今天你却让你的行政院你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发给地方一般性补助款。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就是一流克扣罪。那我们从法律的构成要件看，也非常的明确，依法你应该发给，但是你不发给，就是不行了，违法了，好不好？这个罢免到底怎么样？北投4里我们看一下。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地动山摇团体，因为日前领衔人张克进退出，日前罢团宣布来启动鲑鱼回游，募集更改领衔人同意书的计划。那么召集人赖以任在25号的时候宣布，鲑鱼回游计划已经正式结束了。有位热心而且坐不住的提议人自告奋勇想去中选会送件，因此在23号已经完成送件的程序，2400份同意书已经寄送到中选会。那么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来计算，罢免吴思瑶案必须在6月7号前冲破约2.7万份的联署门槛，而罢团目标是3.5万份的安全份数。来，世刚，你们选区？确实啊，这个我们对那个詹家文这个，他到底愿不愿意？就说法很多。有的是因为他好像还在犹豫，然后在怕自己受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牵累。因为过去这1个多月来，那寒蝉效应，我觉得对一般民众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他还是怕签了之后被查水表，或牵累在这公家机关工作的一些亲朋好友或自己的亲戚啊，所以他的意思态度犹豫不定。那我了解上个周末好像党部的有一些朋友有去劝他，跟他一些熟识的朋友，我去劝他，就请他接下这个重担。而且假设万一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大家都愿意的帮他去做法律上的一些协助。所以在很多人的这个劝说之下呢，他今天终于在脸书发了一个文章。他愿意呢承担的这个领衔人的工作，那他这个样子承担是一个关键的一步啦，他就可以让这个归邮返乡的这2400多份的这个同意书本周可以送到中选会里面去。但是我也请中选会呢不要在里面再去做一些挑鸡蛋捡骨头的事情。故意去把一些这个，因为他还是有去填，包括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填自己的住宅地等等，不要去挑那些小毛病，什么一个写国字阿拉伯数字的不行，一定要写这个正楷的国字才行，不要用这种小毛病去侵犯了大家民主意识的一些表现。那如果这一关过了之后，那接下来还剩大概最后10天、11天的冲刺期。这一段时间必须募集到35000份。坦白说，这个35000份，我们目前还差一步，因为我们不能只募2万7，2万7那是一个太容易被删掉的数字，一定要把我们的联署数高于到2万7很多。比如到35000份，就列为一个标准，就是中选会呢，你再怎么去删除，怎么样挑毛病，我都可以保障27000份的安全过关。所以接下来一段时期，包括秘书长也走到街头，然后很多的我们的罢团团体跟我们自己的服务处都火力全开，希望在最后时间里面，最后10天把那个份数呢冲到35000份，因为也还要留点时间给最后的整理。所以最后整理出来，我希望这个案子能够成功，因为我相信这个案子成之后，被罢的可能性就很高。你们还差多少？2届现在应该还差5-6千份还有多少天？差只有10天了。时间不因为还要整理，还要花个3-5天。好吧，谢龙介到底怎么讲呢？我们看看。前一天路口举牌催票罢免罗廷伟团体，要跟对面找来谢龙介的罗廷伟互尬，只是谢龙介脱口这段发言。我试过遐侪鸟啊，唔捌看到鸟会晓讲白沙话。白甲年糕连讲生掉，唔知啊。谢龙介反呛对面的罢免团体，一旁的罗廷伟听到后继续挥手，但被罢免团队谴责，要求道歉。谢委员是真的非常没有品格，而且非常的低俗。我们的志工安安静静的在隔着非常远的马路，举着同意罢免4个字的牌子，完全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这是台语中长辈提醒晚辈比较直接、强烈的一个语言，如果造成误会，也非我的本意。罗廷伟对此暂无回应，但被绿营大酸找谢龙介来是在帮忙添柴火吗？真的是丢台湾人的脸。我认为那不是不小心说错了，可能他的本质大概程度就是这样子了。不过重灾户是罗廷伟这个大罢免一定会大成功。对比谢龙介呛瞎罢免团体，基隆的林佩祥碰上，直接给个不失礼貌的回应。基隆绝配，谢谢，掐你一票，加油。
加油，没败，王导没败。对回林佩祥选择冷处理，不给罢免团体找机会添柴火。来去看。其实利用改讲这些是有前提的嘛，对不对？你得讲那些抹黑跟扭曲的人啊，你自己要对号去入座吗？然后讲更重要的，你谢龙介讲这句话，你去看看民进党的一些侧翼、一些名嘴在骂人，比这个还凶。我举一个最简单的，那个黄国昌上去质询的时候，民进党啊，50几个立委员，大概有30-40个哦，在台下骂什么？骂损啊！他可以骂你操损啊！然后后来他还可以讲个什么？啊骂你操损而且喝我，你听不？你看他们多恶劣！他们在骂人的时候多凶狠，结果现在谢龙介讲一个有前提，他们就一定要这样扭曲。当然没有错啦，我是觉得可能在野党的，包括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个支持群众是比较理性一点，对不对？让他理性，没有像民进党比较不讲道理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卖个美亚派。可是我提醒大家一下，第一个是有前提，第二个民进党骂得更凶，我请这个标准一定要一致，不要双标。另外，刚才讲吴思瑶、吴兆瑶。我觉得吴思瑶这个联署一定是要成功的，2阶一定要过，而且我断言跟大家讲，只要他2阶过了去联署，我认为他一定会被拉下来，因为他仇恨值真的是太高了。他连今天都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还在造谣那个中线。我们不是那时候大法官那个被提名的时候，我们办那个公听会，对不对？我们找了一些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来，包括那个施斗奖林教士他先生来。他那不是在抗议吗？一个你怎么说每个庭都一定要一致决，他在抗议嘛，对不对？这是不公平的。第二个，他提了个例子，一共基本上近乎尤其是民进党这个政府都在帮那些加害者，这受害者非常可怜。他说他们辛辛苦苦去找了一个律师，结果法服那边去找了3个，有没有？他当场是不是这样讲？法服是用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去帮他的，就法服现在在帮加害者比这个受害者多了很多。那天这个。对，施斗奖的先生，那个被害者先生是不是这样讲？结果今天吴思瑶竟然可以在法制委员会骂张启凯，他说是张启凯在造谣这个事情，我讲的是事实啊，所以我今天就直接放了施斗奖林教授那个先生讲的话出来打脸吴思瑶。吴思瑶这段时间真的完全是柯建明化的啦，他那个仇恨值太高了，联署过来，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他拉下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周立伦接受联合报的专访了哈，第一次表态愿意交棒那到底要给谁呢？交给谁呢？周立伦说有4个优秀的直辖市长现在张燦正啊、卢秀燕啊、这个蒋万啊，还有侯友宜啊，4个，双北、桃园、台中。那当然记者就问张燦正，人家说4个很棒。张燦正就说：“我想是讲卢秀燕吧，这样客气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本来了他们现在为了抵抗大罢免，所以有4个大柱子那哪4个呢？一个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那另外就是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还有因为韩国瑜固然立法院长中立，但是国民党人被罢掉了，你院长就做不成，柯建铭去干了，柯建铭不是讲吗？你还能做几天呢？当然指的就是韩国瑜嘛。那黄国昌说他会号召支持者站出来了因为小草动员能力还是蛮强的那朱立伦就讲说斗朱立伦骂党人是没有意义的啦现在要团结比较重要了那当然胡志强那边新书发表嘛所以那天去的人不少那我也去了朱立伦就说呢，这是记者问啦，记者问说朱立伦不是说520罢赖清德没下文呢胡志强说没有好好准备了没有好好准备，你这本来就不容易罢赖清德嘛，他宪法保证他2/3立委通过才可以啊。那现在立法院你在野党哪有2/3？根本没有嘛。不过就说基本上，如果说你大罢免没有成功，那也算是打脸赖清德了。你说纯粹要把赖清德罢免掉，现在根本不可能嘛。赖清德有宪法保护他。朱立伦说赖清德对内家暴对外无能啊那另外呢，胡志强也说了说现在是中央跟地方对着干，国家就没有希望。中央跟地方本来应该大家合作至少这都是国家嘛，要团结嘛。外面压力那么大，你们那边有美国压力，那边有大陆压力，你还不团结？看一下。男人的价值不在头上那几根毛，而在于他里面装了什么样的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很遗憾，在立法院我没有看到柯建铭这样子的努力。这头发梗似乎永远玩不腻。韩国瑜如此揶揄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就差一次跟主角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做对比。我最优秀的立委。
新书发表会上，把握空档关心蓝营立委罢免状况，还上演自强拉台自强。接连致意，活动会场蓝营大咖可说冠盖云集，但怎就没看到国民党的朱主席？每个人都很忙啦，我也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也没什么魅力。我相信是有邀请，但他现在忙我们那个反罢免的事情。推测主人可能忙于反罢免淡出政坛许久的胡志强，接着又直言现在的党中央太晚开始准备。民进党能做的事都在做了，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准备。那所以应该换人做。我没说这个事，是你说的，你想换吗？对于可能10月就要来临的国民党主席选举，胡志强不愿落入陷阱题，反罢免的亲卢阵营悄然成型。此外，包括卢秀燕在内，与蒋万安、韩国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抗霸4本柱，似乎也正在崛起。是反罢免的部分也要打团体战吗？谢谢。到时候台湾民众党，我们也会号召我们所有的支持者站出来，跟赖清德说不。抗霸4本柱防线，谁有声量，谁优先。来，凤信。我觉得罢免当然是一个仇恨动员了。那当然，对于这个仇恨动员这件事情，双方到底谁做的准备比较多，还有民众实际上面的反应又是如何？那这里面牵涉到的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每一个单位，然后谁要负责什么事情，还牵涉到国际大环境。那么现在谈什么卢秀燕啦、蒋万安啦、韩国瑜啦，再加上黄国昌啦，4本柱。当然，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它说明了一件事情：现在国民党的明星就是这3位，卢秀燕、韩国瑜跟蒋万安。这就是他并不是党主席朱立伦，这是说明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一向主张就是呢，任何的政党的领导人，他就必须是政治明星。原因很简单，一个政党他要能够在当下发挥凝聚支持者，甚至于向外扩延的力量。你不是政治明星，这个党就势必萎缩。我们过去有非常多的例子。当然，你依赖单一的政治明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过去看到新党也好就或者是亲民党也好，都是如此。当你只依赖一个政治明星，它走不长远。可是当你的政党没有政治明星的时候，你的政党就无从发挥。这是我其实我讲这些话，我都要先抛开我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的私人交情，没有私人交情可言。只有我个人觉得，在一个国家里头，政党健全发展，在野党该做什么，执政党该做什么。执政党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但很不幸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从去年的520之后，他心心念念做的事情就是摧毁立法院的监督权。我们不要讲我们是5权分立，最传统的3权分立的这样子一个态度，3权分立的一个政治制度，行政、立法、司法，你要注意，这里面唯一的监督者就是立法，就是立法部门可以扮演监督者。可是我们现在行政部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手上掌握着司法权，手上掌握着行政权当中的中选会，手上掌握着监察院，手上掌握着考试院。我所有的努力只做一件事情，摧毁你立法院的监督权。所以这才是我说为什么我认为台湾现在纳粹化的可怕。我知道很多人都提纳粹化，把这个纳粹化这件事情都给讲的都已经清淡掉了。但是纳粹当年做的事情就是摧毁国会的监督权。当你国会没有办法监督我执政者的时候，我执政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今天的情势就是如此。可是我们的在野党有没有看清楚，在这种情势之下，自己的责任不是我个人的权位到底是如何，也不是说这个哪一些人会被罢免掉，哪一些人会保留，然后如何，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件事情一旦成功了，执政者可以利用他手上掌握的司法权以及中选会，然后再搭配着监察院，他可以为所欲为。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现在极大的危机。国际环境确实对台湾不利，这也是台湾呢之所以在过去发展的过程当中非常艰辛。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考验，我们这一代人的考验就是如何的拒绝执政者压霸到要让整个立法权、监督权摧毁掉，这才是你必须想清楚在野党的责任是什么。
好吧，回到朱立伦说表态愿意交棒哦，既然讲了啦哈，那我是这样建议他了哈，就是呢，因为大家认为说卢秀燕最有机会嘛，对不对？卢秀燕声望也不错嘛，那不要等到什么7月登记、9月选举、10月公告，那个来不及了啦。因为你现在国民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大罢免了，卢秀燕6月就上场，6月当然不是党主席了，但是是未来党主席啊，就由现任党主席朱立伦跟未来党主席卢秀燕两个一起去辅选，一起去反罢免。那这样的话，基层就会动起来嘛，等于两头2匹马车，然后呢带等于两大马力一起来动，哦，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现在有些人基层不太动的原因是说对党中央没信心了，哦，就说哎算了，我不要动了。哦，那罢免如果说到时候呢，这个罢免民进党没成功，好像都是国民党党中央的这个功劳，所以不太愿意动。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讲。那卢秀燕是未来党主席嘛，就朱立伦既然愿意交棒，所以两个一起从6月就开始动。卢秀燕也不要逃避责任，哦，你想选总统，你就要不要担起这个责任来，在6月就开始动，然后大家觉得，现在的党主席啊很努力，未来的党主席也这个带给大家希望。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才有机会了。否则他就等你推我，我推你。像今天记者就问啊，问蒋万，他也问卢秀燕，他不讲话，大家都是温良恭俭让。国民党就是这样垮的。休息再回来。好，行政院因为删地方补助款了哈，这刚刚这个吴宗宪委员有讲哈，他民进党的高雄啊、台南啊、嘉义他也删了，屏东啊，所以呢说自家大火也燃起来了。民进党的县市首长收到也是传真才被告知，传真说有3年的预算等等。不过当然从中央看，你国民党比较多嘛你要删我的这个是删我的这个统删，我就把你删掉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没有智慧地方了所以呢说蔡英文的时候都不会这样子了那另外呢，这个统删地方补助款27.3%所以高雄市呢被删了51.9亿彰化县呢彰化县是比较多的51.9亿，那是国民党执政的。那另外呢，这个台东22亿台东是国民党执政，但那个地方很穷屏东是52亿最多，屏东52亿，对，51.9亿了。然后呢，澎湖是15.5亿了然后新竹是9.8亿所以各有不同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了被删的总是不爽嘛尤其民进党觉得我们执政你还删我那么民进党也许就要说我很公正所以民进党也删但是其实删的比较多是国民党的执政的县市那卓荣泰就说没关系你新北被删了30亿，你有累积的这个剩余嘛，用税基剩余嘛。新北说累积剩余，我们累积短处呢更不够的，怎么解决问题他就举例了他说这个譬如说113年度新北市年度剩余20亿，但是到130度累积亏损887亿，所以这20亿要去补那个累积亏损，那还累积800多亿，哪有什么剩余来弥补呢？我们看一下。行政院大砍给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其中高雄市的190亿，教育补助占45亿多。向他表明高雄市需要这样的补助款，那也请行政院再次考量这样的分配。毕竟最直接影响的绿营首长们，传出在宣布前一天收到传真才知情，摊开给地方的一般补助款，原总额2501亿元，屏东拿最多，其次高雄、台南。这回政院要删636亿元，幅度达27.3%。自然受影响的就是当初拿最多的屏东、高雄、台南，正好都属民进党执政县市。始作俑者就是立法院行政院赶快跟立法院赶快来讨论解决这样的困境。我觉得立法院要三思，真的不要再这样闹下去了。周春敏的抱怨声矛头指向立法院，却是第一时间最先发文，直接挑明写出获知的过程。整篇文章明显有许多不悦，毕竟身为自己人，钱财受伤最严重。财务能力呢，确实是最弱的一环。一般性的补助款的删除，对台南市而言呢，更是雪上加霜。但这回引起反弹强烈，不止党内沟通没有做到，就连民进党团也不知情。这是行政立法沟通出问题吗？这样的决定，立法院的蓝白多数觉得后悔了，那么请支持大法官释宪，
把这个事情得以救济，恢复原状。对此，专业人士表示，希望地方能与中央一同共体时艰。若是有急迫性的困难，中央会进一步研议提出协助。毕竟卓院长齐头统山以上，要赶紧摆平党内的炸锅声。刘将军，台北市有没有影响？台北市当然也是有影响啊。我们看到说，刚刚其实赵大哥已经有讲了，其实每个县市都有被删到了哈。那我想在这一次的这个37亿，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一波的这个一般性地方补助款的删减里面，每一个县市都有它依照比例去删了哈。那我们看到说，其实确实在原本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一直在审查今年度预算的时候，那当然这个蓝白在预算删减的上面总共是2000多亿。那为什么会这一次出现这个状况？主要是在通案的部分啦。那通案的部分要求删减939亿。那这后来当然行政单位回去看说，好，那既然通案，立法院要求我们来去做删减，那删减之后呢，东删西删，然后删到了303亿，后来剩下了636亿。那这636亿的部分呢，就去处理到有关一般性补助款，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到说，为什么会进到地方补助款的删减这个部分的科目是在直辖市跟县市政府。那这确实在当时，其实在复议的时候啊，当时其实行政单位也有特别强调说，如果是要求行政单位自己来去做删减，因为是通案啦，那叫大家回去自己做删减的时候，也会有权责不明的问题。那如果说当然立法院还是要坚持说，那我们就要用通案的话，那最后就是由行政院来去做处理。那行政院它在很多的这些政策上面，它当然在各部会或者是各机关，它有它优先的政策要去执行。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它变成说，他左手他手背要删也不是，手心要删也不是，所以最后东删西删，后来就进到了这所谓的地方一般性补助款了哈。那所以当时其实就有讲说，那你在删减的时候，你到底要去指明说你特别想要删哪一些项目，你特别把它讲出来，然后或者是你特别不要去动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这当然都是可以在删减的时候来去做说明。因为在议会的时候，我想思刚也在嘛，我们在审通案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先抓出来说哪一些科目它是属于通案，通案的部分每一个委员会也都会核先序名讲说哪些科目是通案，而通案这些部分的删减，你们就从这些科目去删除。那我想现在动到这些这个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那当然不分蓝绿，大家都很诧异说那是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子？但是我想冤有头债有主啦，在一开始在进行删减的时候，我想把整个删减到底要删哪些科目、哪些内容说清楚、讲明白来，才不会有现在后来的这些疑虑。基本上法院的常规啊。基本上我认为说，民进党后来拿删预算作为罢免的一个理由，其实不对了，因为早就罢免了，不是到删预算才罢免。不过呢，统删这是黄国昌建议的，对不对？那到时候你们当时有没有要删地方的补助款？还有你们的统删到底要删什么？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民进党是造谣大王，而且违法乱纪。我先跟大家讲，这所谓的统删636亿，大家看一下，他要删什么？中央政府及所属机关。你哪一只眼睛？民进党哪一只眼睛？你出来跟我讲，哪一个有什么地方补助款？这一个。第二个，地方补助款我们也有审啊，有没有删？1毛都没有，1毛都没有啊！我再讲一次，要统删的项目叫做中央政府以及所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地方补助款，我们1毛都没删，而且都已经审过了，都已经审过了。所以你看民进党多离谱。另外讲一个重点，要这个所谓的他自己去统删，这个每一年都有的。赵大跟他说好像是立法院吧。2002年，大家回去看一下，2002年那时候总统是陈水扁，行政院长是张俊雄，那时候删多少？比这个还多658亿他有去动到任何地方的这个补助款吗？有潜力可行，而且每一年就叫你某部分，什么叫统删？就是因为他每个部会都用到嘛，你说出国的费用啊、水电费啊，就是因为第一个为什么这次要这样删？因为这是膨胀太大嘛。这次的预算一下子一开始增加了8点多%哦，一下子突破了3兆1000多亿哦，膨胀太大，浪费太多，弊案太多，所以叫他要砍嘛。那砍完之后，就是在中央的部会里面去有通案的，你怎么去砍到这个地方的补助款？而且我提醒一下，地方补助款都是弱势的社会福利，对，而且都是那一种教育跟基层的，对。民进党到底有良心不？你怎么去砍民众那种最切身的？基本上立法院统删的，其实用意是
你自己去删吧。对，而且各部会都有。我可能删掉你不可能删掉不应该，但是我觉得整个规模不应该那么大，所以呢要删掉多少你们自己去删，这其实是对这个中央政府是好的，对行政是好的。赵大哥，我讲一下过去常规的做法啦。过去20几年，立法院每一次在删预算呢，几乎都有统删的啦，只是统删1%、3%比例不同而已嘛。那过去统删，大家行政院没有像卓荣泰这么不要脸的啦，或者这么不代志的啦，不这么没他追啦，他就统删的时候发给所有的部会，就那个部会全部1%你就去删1%，全部3%你就去删3%，你就解决了嘛。我跟你讲，部会在编预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府编预算。我们知道市议会也会给我们统删，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局处都一定增加个1%到1.5嘛，这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然后就知道说，好，到时候议会审到最后一天受不了了，要求统删的时候，那回去再把那个自己处理嘛。好，所以这一次的行政院非常恶劣，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吴宗宪委员已经讲很清楚了，预算法跟新修的财划法都明显的条文说，地方的这个一般补助款不可以删，尤其是新版财划法还讲了说，你不能够比过去补助的要少，这个都白纸黑字条文。那个法呢，他们已经经过复议程序，已经总统公告了，你公然违法什么意思？我跟各位讲，刚才吴委员讲的那个叫做扣科，溢留扣课罪啊，这个罪啊，谁会犯呢？我跟各位说，你主计处不要不知好歹，你们这些人不是政治人物，你们不是民进党的官，你们是要退休领国家退休金的公务人员，你主计长还从你那个科员，你签了这个签呈不发的人，到层层上去的股长、科长、专委、主秘到处长，你到时候全部犯这个罪，你到时候你的退休金通通没有。那个卓荣泰更可笑的是，叫人家用税基剩余。那个新北的江宜臻骂得很好啊，税基剩余在法定里面能动用是什么呢？除非像台北市那么有钱，早就把债都还光了，你那样子税基剩余，你才可以用来这补贴。新北市呢，就算去年剩21亿，它还有800多亿没还啊。那800多亿呢，它直接硬性规定，你必须强行的先去还债，你绝不能弄成你自己的预算。如果那样子做，变成他逼着新北市的行政人员也要违法。他其实行政院这样做就是违法啦。因为立法院的决议很清楚，就是你中央各部会嘛，自己去做统删嘛。那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一样啊，我们每年就最后就一样统删3%，那自己去处理。但是呢，不会去删到大家的救命钱，不会删到大家的补助款，不会删到呢大家平常的应该用到的钱。你看这样子一个删下去啊，我们都接到很多的国中的小的家长会，他连这个家长会有时候办一些计划的补助款都删到了，没有多少钱哦。整个台北市哦，也不过才300多万，他连这个钱都删，所以我们在质询中要求台北市教育局啊，把他用他下半年度的钱去挪300多万出来，让家长会能够继续办有关亲子方面的讲座跟活动。所以我这讲非常可恶啊！你为了惩罚蓝白，你为了能让大罢免呢添油加火。把这些钱呢，通通去删到最基层，删到各县市政府最需要用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做法真的十分的可恶，简直是不把这个一般地方的发展放到眼里。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我觉得不管是立委这边要做点动作，当然就建议各地方政府去告，我觉得去告这个动作也太慢了。这去告这法律诉讼，这个基本上缓不济急啊！我觉得这部分要各个县市要联合起来，像这几个蓝营的县市要联合起来，在行政院发声，让这个钱哦不要用这种方式去惩罚基层，然后呢利用这个方式来做政治操作。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只是蓝营县长，蓝绿白的县长都应该联合起来，因为每一个都被删了嘛，人家叫你统删，没叫你删地方补助款嘛，需要这样。而且是不可以删啊。好，
我们现在一直花钱军购买美国的武器都很先进的那虽然呢跟美国最新的武器比不先进，但是比我们旧的更好一点。那有人操作就是军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一个强国的国家军人素质是落后的所以像以色列他只要做完军人，民间企业就抢着抢，因为在军队有这个领导统一的训练。美国什么西点军校这些海军官校空官毕业的学生，只要这个甚至很多还去念这个很好学校的博士，那将来也是大家都抢要这样的人那我们现在惨了，军校超收呢，不是军校超收，是女生超收，超收女生女多于男，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大家想到军人服兵役也是男生才要服兵役，你都没有强制他去服兵役嘛。那我们看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国防大学还好，因为国防大学分成理工学院，就是原来的中正理工政战学校，他们合并叫做国防大学了。理工学院，但是呢，他应该要收143个男生，只收到108个，缺额24.5%。但女生超收女生呢需要47个人，也来了51个人所以女生收了51个，比原来预备的47个。那你说为什么男生要预备143，女生41？这个可能也不公平。像很多大学，这个什么化学系啊、化工系啊，什么女生也不少电机系女生也不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为什么这样规定？那不管怎样，男生预备收143，只收了108。政战男生预备收122，只收了86。结果女生预备收38，来了70个人。管理学院就是原来的这个国防管理学院，原来就有管理学院。那男生要收114，来68，女生要收29，来了90。这是国防大学还好三军官校惨了。三军官校这打仗是主力啊，空官、海关、陆官啊。男生要收312个人，陆官才来151个人，缺额一半呢，51%。女生要收48，也只有11个。女生大概要在地上爬什么？女生她觉得不想去考陆官。海军官校要收157个人，只来了97个人。那女生要收33，只来了9个人，女生也不想到海上去。空军官校男生要收210，只来138，女生要26人，超收34，女生觉得当空官还不错帅，所以呢很帅所以你看看。其实男生大缺额所以呢，有很多将官就担心了，那很多人才会流失，很多人期间到了，服役时间到就跑了，也不愿意继续干。为什么呢？因为军人是这样，刚进去待遇不错，初阶的待遇很高，但是干了10年以后就不见得了。民间进去待遇不高，慢慢你做得好往上爬。军人是先把你引进来，所以开始给你还不错。少尉啊，什么不错什么下士啊不错，未来就停了，反正先引进来再说。我们看一下。整齐步伐，气势非凡，集体训练展现国军英勇。国防大学形象影片吸睛，但从国防大学管理学院1年级的招募状况发现，不论是理工、政战或是管理学院，男性的目标招生名额都远远低于现员。管理学院女性更超收210%，而看到114年度国防大学预计招生名额，在政战学院跟管理学院对比上届新生，也出现了微幅的男降女生趋势。仅理工学院整体招募额下降，是否出现了男缺额、女补洞的状况？男生成绩比较不好，择优来录取。我台大法律系毕业我了解现在台大法律系那个招收的名额结果如果你去看的话，女生的人数也比男生多。那我们确实现在招收的名额已经远高于我们的预期。国防部强调，男女招募问题由成绩排序，整体招收名额也远高于预期，但三军官校却都出现缺额。陆官男性缺额最大51.6%，女性则是77.1%，仅空官的部分，女性超收30.8%。顾立雄强调，国军人才招募充足，男女趋势变化并不影响战力表现。好，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招生名额比预期多，这是女生啦，男生哪有？你刚刚看那个数字。另外呢，顾立雄还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也不通了。他说台大法律系女多于男了，你怎么拿台大法律系跟那个比呢？文学校跟武学校是不一样的嘛。律师又不用上战场。对啊，律师在法庭上变得
军人是要到第一线去打仗的，那个完全不同的。所以徐小青也说，前线很缺人。哦，女生不是不好，女生好，这看着用着学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军人去到前线打仗，那这个时候女生可能在先天上就有一些限制嘛。哦，女生多当然多益善，男生也要多啊。你最好男女生都多，你才中间可以挑好的嘛。要男生那么不足额，那怎么办呢？哦，这个问题才蛮大的。来，吴伟，是，我觉得这就回过头去思考一个，当你一直在谈抗中保台的时候，两岸关系你一个国防的问题，一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要讨论的部分嘛。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连军校招生都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抗中保台？你怎么保卫台湾？难道你还是期待要让美国出兵才有办法维持两岸的军力平衡吗？然后我觉得刚刚顾立雄讲那个比喻模式也真的是不是很好啦，因为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用人需求嘛。那男女在先天上面它是有差距，所以一个部队的组成，当然它有后勤、有政战，还有战斗部队。那你在后勤跟政战方面，你女生来支援，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呢，你第一线的战斗部队就会发生一些状况。哦，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是视距外的打击，这个也许女生她在应付上面是还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短兵相接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问题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们记得乌克兰它有一些突击部队到最后只剩下有女兵出来担任，那这个被世界上很多军事专家他们说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他们认为有女兵到最后只剩下女兵来担任突击部队队员，这个是战事的影响是很不好的。那我觉得你要去考量到这个先天上面的差距，不要把这个连军校招生，你认为一个萝卜一个坑补满了，那就表示没有问题。那男女应该平权，那这跟法律系在法庭上面的状况也一样。那这个就是在欺骗国人啊！那你不能让台湾的战力越来越落后啊！你都不当一回事情，那你要抗中保台，一边喊抗中保台，一边又不真实的去面对军力上面的问题。不去面对真实上面的问题，然后你一直都是用话术在骗国人，这不对啦，这都活在幻想中而已。我先讲一下啊，刚刚这个赵大哥有讲这个军校招生的状况了哈。那状况我其实再跟大家讲一次，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确实在这个缺额的部分哦，看起来像是男生的招收状况比较少，女生好像来的比较多，那也确实有超收的情形哦。那我们看到主要是在国防大学的部分啦，那三军官校的话也确实是男生来的比较多，女生来的比较少，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国防大学其实整个招收的状况是女生来的比较多，但是这个反映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现代的战争啊，现代的战争除了刚刚大家所讲到的，你真的要上战场的这些靠体力的状况之外，现代战争包含说你在这个无人机啊，或是精准武器的引导，在很多的管理知识职能上面，其实也确实就是女性的这些能力并不会比男性差。所以你看到说，原本其实国防大学里面的这个名额的设计啊，我自己个人认为，然后就是说。其实男女比例本来在缺额的设计上面就有巨大的悬殊，那没有跟着，其实现在所有的时代在往前走，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愿意投入这些这个不管是国防也好，或者是军事也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其实国防部也应该要去思考说，在男女缺额的比例上面，是不是应该要去重新做调整？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跑选区的活动啊，其实不管是国防大学或是三军官校，他们真的很认真买单啊，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活动里面，然后也真的都会有人去询问。然后去看说，那到底是是不是一定要去打仗？那如果不打仗的话，在后勤的部分又有哪些工作可以来协助？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是不分性别的。那国防部在男女缺额的思考上面，我觉得是可以重新再想的。好，其实现在军校招生是真的非常困难，而且是连续几年都已经发生同样的状况。那军校其实跟一般的文学校确实不一样，我们的国防部长根本不进入状况，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军校本来就是男女分招，所以女生录取的分数远远都高于男性，而且都会高非常非常的多。一方面他给的名额数字本来就比较少，二方面女生本来就比较会考试，三方面我不客气的说，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女生不需要上战场，所以我可以去考，考完了之后反正我是当军官，没有什么样太大差别。可是现在的缺额你要注意的是，他已经从三军的正旗班的这些学校已经开始
蔓延到国防大学这些学校，我们认为的后勤单位。可是实际上面的，你等到他们毕业了之后分发的状况，我不客气的说，他们其实运用很多国防大学的毕业生去弥补前线战斗军官不足的一个状况。就不只是做国防管理了，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做国防管理，如此而已，它才会导致现在包括了国防医学院的招生都变得很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今天讲这件事情，我是很伤心，因为我现在自己是中正理工学院毕业的，那个时候考试还是很困难的，可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它凸显出来的是，现在两岸之间不只是危险，不只是风险度非常高，大家的意愿不足这个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你现在国防上上下下在欺骗这种状况，让学生也觉得你是不可信的。我们的国防部长什么时候可以进入状况？永平，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很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是，很多的家长呢认为男生去当兵从军有可能送到第一线送死，所以他不让男性去啊。除了女生比较会